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1月8日下午的14点44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啊，那道指呢在前天周五晚上表现非常强劲啊，上涨了2.13%，这样的涨幅呢，原因是美国在周五晚上公布了非农数据。非农数据虽然高于预期，但和小非农数据相比啊，它的涨幅是弱势的，因此呢，导致了美股2.13%的一个上涨。那么这个上涨呢，我认为是一个标志性的信号。为什么呢？因为这根阳线呢突破了之前出现了一个8阶阴线。我们知道啊，12月15日啊，道指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呢是一个标志性的阴线，代表了下跌的开始。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阶阴线，那么连续几个交易日之内啊，这些 K 线呢一直围绕8阶阴线做震荡。那么昨天的这个阳线呢，将8阶阴线杀死了，破坏掉了一个下跌的趋势，因此呢，最近几个交易日呢是看行情能够继续出现反弹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比特币啊在周五晚间也出现了一定的上涨。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在4小时级别上，比特币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啊，这个信号我们一直说了啊，就是在17000点附近这个位置上存在了4小时级别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构成的压力。那随着美股的反弹，比特币也纷纷出现了反弹啊。这里的反弹呢，我们看到支撑位大概是在16900美金啊，这个位置发生突破之后啊，有可能继续做一个上行动作。我们给出的一个目标位呢是在17700美金附近。这个移动的目标位呢是怎么给出来的呢？是由9月份啊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啊，在17700美金形成了一个阻力位。同时呢，我们看到啊18300点这个位置处啊，我是在12月15日给出了这个位置呢是应该做空的。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对多头有一个17700美金的一个目标位啊，同时呢还继续保持下跌趋势的一个判断。原因是目前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144均线和169均线依旧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并且呢，我们看到11月8日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这个阴线呢叫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阶阴线，后面的所有的震荡呢，我认为都是8阶阴线遇到的妖怪。那8阶阴线在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非常容易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啊，因此当前虽然有可能出现反弹，但是这里的反弹呢还不足以改变下跌的趋势，整体行情依旧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只是因为美股出现了一个反弹信号所以呢最近几个交易日内我们可以做一些多头的动作。这个 K 线飞了，我把它重新调出来同时呢，我们可以结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我们已经在这个底部16000点上看到了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的位于16000点的波谷。那么根据这个法则呢，很容易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内出现一个新的低点那如果这个反弹一旦结束的话这个行情很容易出现我们日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同时呢，我们看到17700点这个位置上再往上一点，我们看到了均线系统正在不断的下移，那么上方呢就构成了1、2、3座大山对于这个多头阻力还是非常大的。那第一座大山呢是由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位于17700美金形成的压力，第二个压力位呢是144日均线在18500第三个压力呢是大概在19000美金，这个位置呢是非常不容易到达的，因为我们知道19000美金是上楼行情当中从3万点到19000美金快速下跌之后同时呢形成了日线级别4次的看图4次的等位置波谷之后形成的，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筹码阻力位在这个阻力位上聚集着
非常多的套牢盘啊，所以呢这个位置不容易达到啊。目前我们看啊，最重要的阻力位是在17700到1850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周末的行情，甚至下周的行情啊，因为美股出现了一个多头信号啊，所以呢反弹可能会得以继续啊。但是上方一旦接近阻力位的情况下，还是容易出现继续的下跌，并且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级别打到周线级别上啊。周线级别上，这个11月7日这一周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在周线级别上就有可能走出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啊，最终完成本轮行情最重要的一轮下跌啊。周线级别的下跌形可能会在2月末的行情当中最终出现啊。我们对空头的目标位给出来的是10500啊，这个熊市还没有结束，低点还没有走出来，只要比特币没有反弹到19000到2万美金之上，并且持续站住的话，这个熊市的低点就没有完全出现啊。所以呢，对于整个行情来看啊，空头还是主要的运行方向啊，反弹呢只是短暂的，因为美股的上涨而出现的反弹啊。同时呢，我在山寨币的行情当中认为 SOL 这个代币啊是非常强势的。原因是我们看到了，在周线级别上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啊，周线级别的标志性的阳线。那么我们把时间级别往回退一个时间级别啊，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走出来了，八节阳线走出来了，八节阳线后面的震荡呢，我们认为是对多头趋势的一个干扰啊，也叫妖怪 K 线。那么接下来的走势当中，可能会走出日线级别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啊，最终呢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细由，并且上方我们给出的目标位呢，大概是在20美金左右啊。20美金是因为这个上方还存在1440均线和1690均线的压力，那把这个压力线呢往下移的话啊，可能会在20美金出现阻力。那么目前为止 SOL 对于日线级别上来看哈，还是一个多头的趋势。然后我们把它打到4小时级别啊，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啊，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悟空八戒沙僧唐僧的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由。4小时级别上涨细由之后，行情出现了震荡调整，这个震荡调整呢正在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再次调整到小日线级别，调整到小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连接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可以看到啊，这个位置上连接最多的采样点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因为两个点构成一条线，所以呢，我们只能去踩最多的点啊，最多的点形成之后啊，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我认为是发生变盘的一个位置。目前来看啊，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小日线级别的1440均线和1690均线正在上行，同时呢，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收敛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如果发生变盘，可能做进一步的上拉动作。那么进一步上拉动作啊，可能会在下周出现啊。最终呢，它可能会完成它的日线级别的上涨细由啊。这个20美金目标位呢是在11美金附近的时候我给出来的啊，因为当时它就出现了一个多头的信号，有了多头信号之后，在设置止损的前提下啊，就要进场它的多头，进场它的现货啊，因为行情呢在熊市当中很难给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多头信号，有了多头信号之后，一定要去抓住去把握啊，同时呢，在自己心理安全的前提下啊，在设置止损、控制仓位的前提下去把握这样的反弹趋势啊，往往能够抓住它多头上一轮很好的涨幅。同时呢，最近可以关注一个 NIR 这个代币啊，原因是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信号啊，量价齐升啊，同步上涨这个信号出现之后，我们看到啊，这个成交量几乎是之前成交量的3倍啊，爆量的原因呢，第一点呢，是因为它的价格被打压了下去啊，就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NIR了啊，所以呢，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爆量。同时呢，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快速拉升，
成交量和价格同步上涨的话啊，它是一个多头的信号。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的时间级别从15分钟级别啊开始往下掐啊。那么我们看到15分钟级别在1月2号出现了一个突破动作啊，突破动作发生之后，我们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小线级别，小线级别在这里突破，再切换到4小时级别。那目前4小时级别的一个支撑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支撑位是1440均线和1690均线啊，在1.4美金形成的一个支撑。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位置上设置止损之后啊，再把时间级别切换到日线级别。那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1月4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后面的所有 K 线呢都是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的一个判断。所以呢，日线级别上我们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么我们给出的目标位是在2.5美金附近，2.5美金是1440均线和1690均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啊。这个位置呢，对于尼尔来说很容易走出这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同时呢，做尼尔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它是一个次主流币种啊，是一个公链。市场上让我非常担心的就是现在的一些平台币啊，包括TRX 啊，孙宇晨的这个 TRX 啊 ，BNB、HT 啊，这些都是我比较担心的。我们看到啊，TRX 这里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在熊市的末期啊，非常容易发生跌落，并且出现一个价格的腰斩啊。包括了 BNB 啊，也出现了这样的结构啊，这是我非常担心的。虽然昨天 BNB 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虽然 BNB 走出了一个很好的结构，它的最大跌幅和比特币类似啊，甚至是强于比特币啊，仅有75%。比特币的最大跌幅是77%啊，BNB 仅有75%。但是目前对于 BNB 来说，对于 TRX 来说，我们看它的结构完全类似，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在熊市形成收敛三角形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啊，在接近交点的这个位置上，非常容易出现跌落，并且价格打折折半。会跌到100美金以下，所以呢，一定要警惕当前的结构啊。这个结构呢，在我们18年的比特币的行情当中曾经出现过，是非常危险的结构啊。我们把这个比特币啊。看这里啊，比特币啊，当年在18年的行情当中，在10月份啊形成了收敛三角形，并且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打折，价格折半啊，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啊。所以呢，当前对于 TRX 来说，对于 BNB 来说啊，它形成了这个收敛三角形。一定要警惕它的空头可能会在这个位置附近做宣泄啊。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啊，感谢大家，再见。